乌军国产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军仓库，摧毁400架沙赫德无人机。袭击俄军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和莫斯科，引发爆炸和大火。俄军虚假播报了其在塞夫尔斯克方向战报。俄军采取新战术，多地组建突击小组。法国、英国帮训乌克兰士兵，北约启动核威慑演习。欧洲要逮捕欧尔班。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刚摧毁俄军在布良斯克的万吨级弹药库，这隔天便要对俄军的无人机仓库发起了突袭。据开源情报报道，10月10日，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目标直指俄军武器仓库。根据现有信息，当地的叶伊斯克区遭受大规模轰炸，俄军一个用来储存沙赫德无人机的巨型仓库被命中，现场随即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并伴随着升到空中的耀眼火光球。随后，乌克兰军方发布战绩显示，至少摧毁了俄军400架沙赫德无人机，并称摧毁这个仓库将大大削弱俄军的空袭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此役乌军动用的不仅仅有无人机，还发射了远程导弹，并且是国产的2360级海王星。可见，在欧美远程武器仍对乌军限制的情况下，乌军正试图用自己的导弹攻击更多的俄军事目标，以尽早结束战争。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的阿迪格地区。据当地官员和目击者称，在当地的麦克普附近，乌军无人机精准袭击了当地的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并造成爆炸和火灾。乌克兰媒体援引乌特种部队内部的消息来源称，汉斯卡亚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边境约410公里，是俄罗斯的第272航空训练基地，同时也是战争期间为俄军空袭乌克兰的战机加油的基地。在袭击发生时，该基地内有57架俄军战机和直升机，其中包括苏34、苏35和米8等。虽然详细战果并未透露，但俄军损失必然是不小。而且有趣的是，此次袭击的据俄军事频道的报道称，乌军无人机摧毁了该基地内的燃油储存设施，从而引发了大火和爆炸。同时，该基地遇袭也导致附近的罗德尼科维村发生大火。截至目前，大约有1300人因火灾而被疏散。但俄罗斯当地政府却在承认罗德尼科维村发生大火并紧急疏散民众的同时，宣称击落了全部来袭的乌军无人机，难不成又是神奇的碎片？至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不出意外的出现意外了。据诺尔报告报道，莫斯科州的诺金斯克地区遭遇特大火灾，当地的中央市场被点燃。从现场披露的画面看，火势已经蔓延到了城市中心的多个地带，沿途全是避难的民众。RT 新闻随后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援引俄罗斯紧急状态部的数据称，中央市场的大火已经达到了3000平方米，但俄方并未透露具体的起火原因，只是一再强调没有人员伤亡。另一方面，在库尔斯克战场，乌军的攻势在进入10月的第2周后，不仅没有停下，反而加大了对格鲁什科沃斯基区的打击力度。10月10日，乌军对韦肖罗耶驻守的俄军第106空降师阵地发起了猛攻，目前已拿下了该城市一半的地区。此外，乌军第409独立突击营的乌士兵还成功占领了俄军的一个2448卫星通讯站。不知道接下来乌军会利用这个通讯站对俄军传递什么信息？或许会是那句10月期限已到，我们还在库尔斯克，还在俄罗斯领土上。乌军在乌东继续加大反攻力度，如在恰索菲亚尔，乌克兰航空兵正使用美制导炸弹袭击俄军在巴赫穆特的阵地，而且乌军反攻的效果也开始体现。有不少俄罗斯的消息人士报道称，俄军虚假播报了其在塞夫尔斯克方向推进进度。据 SW 报道，俄军事博主们10月9日和10日广泛声称，俄军没有夺取整个尚卡姆扬斯凯村，也没有推进到塞夫尔斯克以北的谢列布良卡、格里格里夫卡以及比洛格里夫卡村。如一位著名的克里姆林宫附属军事博主声称，俄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火力，在不占领南北高地的情况下夺取尚卡姆扬斯凯村。在托列茨克前线，据10月10日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已推进到涅利皮夫卡以北，并重新夺回了托列茨克市中心的一座建筑物。而俄军则重新集结兵力，不仅对涅利皮夫卡的乌军阵地发起了新攻势，企图向列昂尼迪夫卡村推进，还继续保持着托列茨克市内的攻势。目前乌俄双方正在该市的萨巴尔卡区街头展开激烈的交战，惨烈程度堪比当初的巴赫穆特战场。俄军之所以如此急切展开攻势，大概率是想在冬季来临，阻碍装甲运输前取得进展。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推断出，俄军下一步行动的主要目标80%的几率是夺取前线定居点，当作桥头堡使用，如红军村或库拉霍沃。
10月10日，这两个方向战线变化不大。据俄军视博主声称，俄军只在谢里杜河东部和南部沿铁路线分别推进了600米和400米而已。不过，据乌克兰观察员马绍尔韦茨称，俄军正以普通步兵加火炮和空中支援组成突击小组，有时会安排3到4辆装甲车多批次轮流对沃兹涅森卡村至期望村线上的乌军防线发起攻击，企图以积累的形式突破防线。若是被突破，届时俄军就能将红军村南翼战线与顿涅茨克城以西的战线连接起来，创造出更有力平滑的作战前线。这样，俄军既能消除掉乌军大部分的反击战术和行动突击点，也能让俄军对红军村发起更密集的攻击。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塔夫里斯克集团军发言人弗拉迪斯拉夫·沃格申上校于10日表示，俄军正在罗伯季涅和普里尤特涅附近集结力量，并可能在未来3到7天内加强该地区的小型步兵攻击，以至于前几天报道说的俄军已经越过第聂伯河三角洲，进入了卡缅斯克北部。其实际情况是，少数俄军特种兵偷偷潜入卡缅斯克插旗，目前已被乌军尽数消灭，而俄军10日的整体伤亡依旧在1000人以上。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国防部长勒科尔尼在当地时间10月9日前往东部的一处军事基地，慰问了这批正在法国训练的乌克兰部队基辅安妮旅。据悉，法国共准备为乌克兰训练4500人，其中有2300人将直接在法国训练，并配备清一色的法式装备。在培训结束后，法国还将为这支乌军提供128辆装甲运兵车、18门凯撒自行火炮和18辆 AMX 轻型坦克，以及大量的反坦克导弹等武器。随后，这支法国版的乌军部队将开赴乌俄前线，投入到最新的战斗中，甚至还将深入库尔斯克地区作战。此外，法国还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即2025年初，向乌克兰交付幻象2000战机。法国国防部长表示，目前飞行员的训练正在进行中，这些战机也正在配备更先进的功能。马克龙强调，法国将坚定支持乌克兰，并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援助。英国方面10月10日，泽连斯基到访英国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讨论乌克兰胜利计划以及需要的支持。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计划派遣军事教官小组前往乌克兰西部，为新兵提供强化基础训练，然后将这些士兵派往东部前线。据2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称，这样做将解决乌军派往英国基地训练所带来的一些后勤问题，并节省资金。此外，英国还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斯塔默也再次强调，英国将坚定站在乌克兰一边。至于北约，10月10日，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北约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将于10月14日至24日举行。据悉，此次演习将由来自13个国家约60架飞机参加，包括 F-35A 战斗机和 B-52轰炸机。主要演习地点将在英国、北海、比利时以及荷兰上空进行。演习不会使用军用武器，约2000名人员将模拟军用飞机运送美国核弹的行动。在欧尔班试图暂停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资金后，引起了欧洲对其强烈的不满。在欧洲议会上，甚至有议员呼吁直接对欧尔班发出逮捕令。据 NEXTA 新闻报道，在近日召开的欧盟会议上，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丹尼尔·弗伦德对欧尔班发出最为严厉的批评。他在演讲时当着欧尔班的面指责欧尔班至少从欧盟偷走140亿欧元用来建宫殿，而不是去建设学校。随后，丹尼尔建议欧盟不再向匈牙利提供资金，同时表示，如果欧尔班的盗窃行为不停止，欧盟应该要回已经援助的钱。最后，他更是建议对欧尔班发出逮捕令。这样的起点输出，可以想象当时欧尔班坐在台下是多么尴尬。而在此之前，欧尔班本人在欧洲议会演讲，继续兜售他的和平方案，试图阻止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时，还被反对派马尔顿·格耶基奇基打断，并向其撒了一大把钞票。由此可见，欧盟对欧尔班乃至匈牙利的排斥正愈发加剧。至于匈牙利政府为什么一直阻止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这笔350亿欧元贷款的原因，火力军目前还没有看到公开报道。不过，这或许与欧尔班在欧洲会议上的待遇有关。值得注意的是，350亿贷款援乌资金的书面程序目前已达成初步一致，在欧洲议会批准后，相关机制即可生效。投票预计会在10月22日举行。350亿欧元贷款是 G7 集团，450亿欧元贷款是欧洲份额。这笔资金最快会从今年开始提供给乌克兰，还款期限最长为45年。如果乌克兰还不上这笔钱，那就用被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来偿还。据美国海军新闻报道，法国海军计划要建造5艘 FBI 护卫舰，以取代目前现役的5艘拉斐特级护卫舰。建造工作由洛里昂造船厂负责，该项目总成本约为35亿欧元。
其中第一艘 FDI 护卫舰罗纳克海军上将号于近日进行首次海试，如果顺利的话，预计会在2025年夏季完成交付。另外，希腊也曾向法国订购了3艘同型舰，因为只有洛里奥造船厂负责该型舰的建造工作，因此需要轮流建造，才能够保证正常效率。按照双方的协定内容，法国的4号舰和5号舰将在希腊订单完成后才开始建造。目前，希腊已有2艘 FDI 护卫舰下水，最早将于2025年服役，另外1艘正在建造中，预计于2026年服役。据美国海军时报10月10日报道，位于菲律宾巴丹群岛地区遭受台风侵袭，导致当地受灾严重。美国海军已派出全狮号对其实施救援行动。舰上搭载的美国陆战队第15远征队目前正在使用 M-12 卡尔比鱼鹰旋翼机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据中时新闻网10月10日报道，俄罗斯将与塞内加尔展开合作，在其境内设立卡马斯车辆工厂。利奥斯以生产特种军车而出名，其中包括台风、K 装甲运兵车以及防地雷反伏击车等。此外，还生产多款军用卡车，如卡马斯5350、卡马斯4310等。媒体表示，由于卡马斯生产的军用车辆能够适用非洲复杂的地形，因此其一直是非洲诸多国家的防地雷反伏击车主要供应商。这些车辆通常被用于执行军队运输、医疗后送等任务。外加尔更是卡马斯在该地区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近期已向该国交付了167辆军车，且早在2021年，卡马斯就开始培训塞内加尔的司机和技术人员，确保当地能够熟练操作和维护这些车辆。另外，据当地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与塞内加尔此次的合作内容还包括，未来将允许塞内加尔在其本土自行生产基于卡马斯底盘的抗伏击防雷车。至于该工厂后续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俄罗斯与塞内加尔的具体投资。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空军于10月9日和10日进行了金牛座导弹的实弹演习。这是韩国7年来首次举行此类演习。在此次演习中，该金牛座导弹由 F-15战机发射，在飞行400公里后成功击中预定目标。此外，据韩国空军透露，还派遣 F-35和 KF-16战机参加了巡航导弹拦截演习。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报道，朝鲜于10月11日指责韩国向其境内派遣了无人机，并公开了相关的影片。从影片上来看，那些三角形物体确实形似无人机，而且似乎还在释放小物体。按照朝中社的说法，那些小物体为成捆的宣传单。目前，韩国方面尚未对此进行回应。其实，无论这架无人机是否由韩国发射，以其能够突破朝鲜戒备森严领空的能力，就足以让朝鲜感到担忧。因此，这次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朝鲜在空防能力方面的不足。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月10日报道，伊朗哈曼两国海军部队将举行联演，参演对象包括伊朗海军、伊斯兰革命卫队、埃及阿曼皇家海军水面和空中作战部队。演习地点在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演习内容包括直升机巡逻、区域控制和监视，以及联合救援行动等。外，根据伊朗陆军司令及奥马尔斯海达里所言，伊朗陆军快速反应部队和第65空降旅的特种部队还在阿曼空军的支援下，在其境内参与了其他演习。X 平台警队认可网报道，美国陆军近期在维吉尼亚州的费尔克陆军机场测试了一款混合动力短程起降飞机，其名为金翅雀。金翅雀由美国新创公司 Electra 研发，其采用混合动力系统，持续功率超过600千瓦，短时爆发功率超过1兆瓦，燃油消耗仅为执行同类型任务直升机的1/3，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320公里，续航距离约800公里，耐续时间约45分钟，可搭载9人或1130公斤的货物。在此次测试中，金翅雀不仅充当移动发电机，在起飞前为展演设备以及音响系统进行供电，而且还展示了优秀的转向性能以及在不同高度上的机动性。最后更是在没有地面基础设施的情况下，
或进行了多次草地起飞和降落。此外，据了这公司表示，金翅雀还能够在船上起降，而且它运行时的噪音更低，后期的维护成本也更低。鉴于金翅雀优异的性能，美国空军也对其发表了看法，认为这款飞机非常适合执行敏捷作战任务。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0月10日，美军在加手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实际上，按照美日协议，美军的伞降训练原本要在冲绳县伊江岛辅助机场实施，但美方认为伊江岛的跑道老化，不适合飞机起降，因此才将伞降训练转移至加手纳基地进行。而且按照美军计划，贝江岛跑道的整修工作都会于2025年2月前后才会启动，因此美军或将会持续在加手纳基地进行训练。要注意的是，由于加手纳基地正在退役老旧的 F-15战机，因此不但有外来飞机临时部署在此，再加上美军已连续4个月在加手纳基地进行训练，目前已导致该基地的负担急剧加重。根据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贝格于10月11日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显示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裁员10%，共涉及约 1.7 万个岗位，裁员对象包括高管、经理和普通员工等。那波音之所以会选择裁员，主要是因为其资金链出现问题，再加上员工罢工等各种因素综合导致。需要注意的是，波音公司作为美军机的主要生产商，目前尚不清楚此次裁员是否会影响到美军机的相关进展。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正与多家商业轮渡公司谈判，以推动民用船只来执行军事运输任务，同时与美军在防务领域加强合作，创立类似于美军的两栖运输和后勤补给模式。目前，日本已与2家商业轮渡公司签订合同，总用2艘大型渡轮来运送日本自卫队的坦克等装甲车辆。而2艘渡轮分别是新日本海轮渡公司的白鸥号以及津轻海峡轮渡公司的世界号，每艘排水量约2万吨。根据日本官员透露，这次日本打算与4到5家商业轮渡公司签订合同，租用4到5艘排水量2到3万吨的渡轮。而日本之所以加大商业轮渡的使用计划，主要是因为日本自卫队已经使用这些商业渡轮10年有余，早就验证了其运输效能。例如在2023年的利剑联演上，白鸥号和世界号渡轮承担从鹿儿岛和北海道向九州及日本西南诸岛投送兵力的任务，共运送700余名自卫队员以及230辆坦克等装甲车辆。其次是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运输能力较差，仅列装有3艘两栖大型运输舰，无法进行大规模兵力调动任务。尽管日本此前对外宣称要重建海上运输群，以提高其运输效率，但是新舰艇研发建造周期长，费用高，再加上两栖运输舰配套的舰员数量少，因此其迫切希望能够通过加大租用商业资源来弥补军用运输能力方面的缺陷。最后是因为商用渡轮的性价比高，与建造新的军事运输舰相比，租赁商用渡轮能够减少防卫省的财政负担，而且商用渡轮隐蔽性更强。在乱军方的支持下，可优先选择最佳航行路线，缩短相应的航运时间，以提升运输效率。除租用商业渡轮外，日本还打算赋予商业公司船员预备自卫队员身份，并将其纳入海上运输预备队。目前日本已经与相关公司进行合作，预计将按照每船21人的编制进行录用。另外，根据日本的防卫预算安排，未来至少19个民用码头将被改建成军民通用港口，以增加该国的军事运输能力。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伊朗已警告周边的海湾国家，任何协助以色列攻击伊斯兰共和国的行为都将导致其对石油设施的报复性打击。目前这一消息已经得到了沙特王室的证实。另外，有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于10月9日与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哈拉格齐进行了会谈，表示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发动袭击。其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已通知美国，但不允许以色列使用其领空和军事基础设施攻击伊朗。
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